喂，你好，梁总。1个亿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凯哥，你跟我打电话，我真的很高兴啊。我跟叶总呢已经商量好了。其实啊，人生有机缘，在一起共事，这都是缘分，好聚好散。你说的那1500万呢，没问题，我们给你。我说的是1个亿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1个亿，你开玩笑呢？这1个亿啊，搁在1年前是有点困难，但今天这行情，再加上你跟叶总的身价，别说1个亿，2个亿、3个亿，哼，那不是轻轻松松的吗？你也太看得起我俩了。实话跟你说，这2年呢，我们真没挣到什么钱。广信高端制造、安国大农业、一家消费成长，等等等等，还需要我再给你报吗？凯哥，我觉得你还是过来，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聊。我拿到钱之前，你永远找不到我。他那个钱不是我一个人的。你跟叶文天商量商量吧。喂，我铁了心了，就要1个亿。1整年都没消息，偏偏挑这个时候出来。这个时候出来，还不是因为你现在的净值升到了最高。我好不容易等了一波行情，合着给他赚钱了？那谁让你给他做得起价的机会呢？给他1个亿，我们俩这几年不白干了？他要如果去举报的话，甭说这几年白干，我们这辈子就白干了。这是我掌握的信息，我算了一下，他接受1500万的概率是60.53%，举报的概率是11.32%。记得啊，每天都给我一个电话报平安。一定，你一定要保重自己身体啊。我会的。还有啊，子墨呀，你学习差不多就行了，你别逼得他太紧。你放心吧，你也是啊，该花钱要花钱，别什么都舍不得。钱不够跟我说。哎，放心，你妈这次后事啊，全靠人家俊豪了。我原来说好好请人吃顿饭谢谢人家，可是你又给我报了这么一个摄影团，人说走就走了，你得谢谢人家啊。我会的。另外啊，欢欢，这个宋词中啊，有那么几句说的挺好：满目山河空念远，落花风雨更生春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你看，爸爸我呀，之前一直想买一部好的照相机，啊，给你妈漂漂亮亮、美美的照几张照片，可是太贵了。我想那就等它降价再说，这一等就1、2年。前天那个商家跟我说降价了，可是你妈呢？你明白我这意思？我当然明白。金色摄影团，来，跟我走！金色摄影团，跟我走！走了，登机了啊！注意安全啊！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啊！知道了。开心点啊！哎，来了。所以这道辣子鸡丁呢，今天就算做完了。想要做这个好吃的菜呢，调味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道辣子鸡丁所有的调味料，蒋哥已经给你打包好了啊！你只要回去买上好的鸡肉，然后呢，只要把我这个调料倒到锅里，就可以给家人做一道非常美味的辣子鸡丁了，行不行？那今天的这个直播也就到此结束了。那也希望各位度过一个轻松、快乐、美好的一天。咱们下次直播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
辛苦了。看你盯着半天了，吃吧，给你留着。谢谢大哥。拿盘子，小心烫啊。这周过得怎么样？好吃。我问你这周过得怎么样？平平淡淡。平平淡淡。我看你外公说是去那个新疆了，是吧？看大胖朋友圈说的。对啊，昨天刚去的。那你妈呢？不太好。不太好是什么意思啊？何老师，我刚发你邮箱了。好，直播的书单呢？哦，我已经放你桌上了。何老师，茶给您切好了。谢谢。陶总，我下周3、4、5都可以，然后您可以先把书单发给我，谢谢。这是新烧的水。好，谢谢。我考考你啊，你妈最爱吃什么菜呢？知道吗？土豆丝儿、宫保鸡丁、鱼香肉丝儿、番茄原子汤。可以啊。那接下来咱们就去买土豆、番茄，还有鸡肉和猪肉啊。那宫保和鱼去哪买？你怎么能问出这种问题？你是我粉丝吗你？我现在已经改粉我妈了。问你妈的话那还行。虾片啊。宫保和鱼不用买，而且呢，咱们买这食材呢一定要买最好的。什么是最好的？就是看起来长得最好看的啊。拿那个，拿那个。首先呢，先把这个土豆啊，大哥小心点，把它切块儿，然后呢，切完之后一定要先放在这个冷水里，放在外边时间长了它会变黑，一定要先放水里泡着。来，拿个西红柿给我。西红柿。这个西红柿呢，一定得去皮啊。你平时可能用刀的时候没有这么的方便，那你就可以用热水先烫一下，然后这个皮就特别好挖了啊。好，差不多。也是把这个西红柿一样啊，切成块。然后呢，等这个水烧开的时候，看没看到？这锅开了之后，把这个土豆加进去。因为土豆呢比较难煮，所以呢需要多煮一会儿。它可以先放，然后再放这个西红柿。这个西红柿呢，其实可以先放，也可以后放啊。先放的话，它这个汤里呢，这个西红柿的味道就会浓一些。如果后放的话，就在吃的时候可能还保留这个西红柿原有的口感。OK， 懂了哈。行，差不多。盖上盖，我们再煮15分钟就可以盛出来了，啊。对你妈说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妈说她大概7点到家。7点。行，那我提前10分钟走。你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吗？大哥还有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儿？那小朋友问那么多干嘛？
你一定是有女朋友了。说什么？没啥。你大哥要有女朋友那一天，我一定会告诉你的，啊！我们是好兄弟嘛。来看看这个，对，小心烫啊！以后用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这个很危险的啊。子墨，妈妈，你回来了。妈妈，你看我菜都做好了。这是你做的？对呀，这是我在大哥工作室打工赚钱买的菜。然后呢，是我亲手洗的、亲手切的、亲手炒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汤也是我亲手熬的。然后这个米饭的米也是我亲手淘的，然后呢，还是我亲手按下了电饭煲的煮饭键。真乖，太棒了！妈妈，你快尝尝。这土豆丝也是你切的，切的这么细。我尝尝。妈妈。这土豆丝还有寓意。什么寓意啊？你别看它是一道土的菜，但是我希望它能逗你开心。我很开心。妈妈，这个是宫保鸡丁，它的寓意是你的节目一定会爆红。你这谐音梗有点烂啊。还有更懒的。然后这个是鱼香肉丝，此菜无鱼胜有余，年年有余。你大哥教你的吧？有部分是我原创的。妈妈，你别看这些菜的寓意都有点牵强，但是都是你喜欢吃的菜，是不是？是。还有你吃了就会开心起来，是不是？我很不开心吗？自从外婆去世之后，你就没怎么笑了。妈妈，你是不是觉着自己没有妈妈了，所以特别难过？但是大哥跟我说了，外婆没有离开我们，她只是不在我们身边了，但她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，在我们的梦里。你大哥说的对。还没介绍完呢，你看这道菜啊，这个菜是番茄牛肉汤，它的寓意是祝妈妈的事业红火，生活圆满。多谢。你手怎么了？你手被切到了？啊？没事儿，妈妈，这个我就是切土豆丝儿的时候被划了一些，然后下面这个是那个油给我溅上去的。宝贝，对不起啊，以后这些事情你都不要做了，妈妈来做，听见没有？没事儿，妈妈，只要是你爱吃的，我再多几道伤也没关系。谢谢你，宝贝，妈妈答应你啊。以后我们的生活就要像你熬的这个汤一样，要红红火火，要生活圆满。我们一起圆满，开心。好喝吗？好，你也快点来一口。我的水是不是？真的很好喝。如果你也体会过被美食治愈的瞬间，那么这本《美食疗法》就一定要收藏了。人生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美食治愈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么就再来一碗汤
好吧，我们今天的新城事务就到这里，明天再见。来吧，开工了。好，来，好，来吧，回去夹。好，行，没问题。OK，咱们走哪来着？哎，没问题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得选一条非常新鲜的鱼啊。今天蒋哥准备的鱼也特别多啊，咱们挑一条。来，这个啊，这条，哎，这条不是。没事，这条鱼呢，所以它是一条活鱼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先把它摔晕之后再处理它，这个是比较顺利的。快帮我抓一下！不好意思啊，小小失误，但是没关系，不影响。好，那个下面的画面比较残忍，所以咱们就在旁边处理了啊。来吧，恭喜你！哎，终于解脱了。哎，老邹啊，咱俩是哪年认识的？90年吧。我怎么记得是91年呢？甭管是90年还是91年，反正也都是30多年过去。哎，那会儿咱们多年轻啊，浑身充满了干劲儿。我记得。那个时候你挺帅的，你算了吧，我还帅，这帅字在我身上，就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出来。哎，你想想，这要是不染，整个一个白发魔女。我这不也是吗？基本全白了，太快了。那个时候，是咱们电视台最辉煌的时候啊。是啊，随便播点什么，那都是万人空巷啊。广告也好啊，那时候晚上啊，主要是播广告，中间才刷播新闻。现在想来啊，那种情景也不太正常。来，都过去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老邹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提前申请退休？那还不是身体的原因吗？身体只是一个方面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，是我这心里啊，承受不了了。心太累，不只是心累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你养了一盆花。你精心呵护，为它浇水施肥，你看过它最灿烂的样子。可是它现在枯萎了，你却没有办法。你知道我这种心情吗？哎，老邱，你少喝点。老邹，对不起，我当逃兵。可你知道吗？我不能眼看着咱们广告创收一天天滑下去。你知道我那种心情？真的，你理解吗？理解。哎，老邱，你少喝点。不好意思啊。老邱，实际你真的不用内疚，你已经为电视台真的付出了很多。频道感谢你，我们新闻中心也感谢你。兄弟，也谢谢你对我过去30多年广告中心工作的支持。谢谢。老邹啊，你后边是怎么打算的？哎，我记得你比我年长1岁，也可以提前申请退休啊。
怎么说呢？谁让咱有这股子瘾呢？你比我坚强。哎，老焦，有花开的时候，就有花谢的时候。我相信，明年的花一定会继续开放，我们传统媒体一定会重塑辉煌。哎，好。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就把粉丝量从0做到了30万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。我们的流量也不错，点赞、评论、分享这些互动数据，以及何老师的个人 IP 数值和排名都在不断上涨。可是营收情况并不理想啊。平台突然调整了扶持政策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但跟同类节目相比，我们已经很优秀了。在这大半个月内，如果收入还不能呈几何式增长的话，就很麻烦了。那会怎么样？我们必须要在约定的时间里到达营收平衡点，否则的话，唐总不再投资，而且我们还要回购所有的股份。那如果我们能出一期爆款视频，粉丝量上千万，流量上亿，那收入就可以瞬间翻倍啊！你在做梦吧？如果能请到一个顶流大 V 来做嘉宾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顶流大 V 能到我们这儿来？那还有一条路，周末的直播，如果选品合适，以我们现在的30万的粉丝量，想要收入翻倍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胜败就在这场直播了。陈总，我们上场直播销量还是很好的。开玩笑，何老师您出场效果肯定好。您看看这套刚刚再版的，历史的拼图啊，非常有意义的一套书。当然，但现在不知道怎么的，平台和实体店的销量啊都还不好，所以我们想呢，借您的直播啊，您帮我们使劲推一推，带销量。这一版的纸张还有装订，这才配得上这套书，花了心思的，真的非常不错。哎呀，但是这场直播可能很难。这场直播是这样，我们有了新的调整。这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冲量 ，GMV 一定要涨。你像历史的拼图，这套书呢价格太高了，不太会走量。你留给我。我后面几场我来排一排，好吗？就是给你准备的。这是我新的书单，希望你多多支持我。这些都是畅销书啊！那当然了，这个价钱我可做不了主啊。我只能说，别的主播什么价，我给你就什么价啊，一律都5成。那也不是每本书都这样吧？我觉得还是可以有谈的空间。你看。其他的主播都收坑位，我们的合作我都是纯佣，其实我都没什么利润。对，我理解你的意思。如果这次你们的直播呢，主要是为了冲销量、冲业绩，那我推荐你这一套粉红女人心专属啊，温暖女性的心灵，心灵鸡汤。驯服霸道总裁，我有妙招。我这样挽回了前男友，厉不厉害吧？厉害是很厉害，但是跟我的气质不太符啊。其实我们的销售部门认为啊，以何老师您的气质，您来推销这些书，对女性朋友来说更具说服力。粉红悄悄话啊！天哪，算了吧，真的算了吧。这样，这套书全网最低价给你，2.4折，坑位费每本1万，佣金30%。坑位费1万，佣金30%。
何老师，按照我们前几次直播的销量，光是女人心专场，我们的利润就能达到20万，那就能够达到平衡点了。还犹豫什么呀？坐。这书你们看了吗？我翻了一下，完全看不下去。我也翻了一下。说实话吧，你说它有问题呢，它也没问题。但确实没什么营养，也没什么价值。相比较历史的拼图，那真是天壤之别。像这个书，有品质，有品相，内容也很丰富，这才叫书啊！但是这套书也太小众，太贵了，还没有折扣，佣金也才5%。我们如果卖这套书的话，会血亏的。可我们做星辰书屋的初衷，就是希望带给读者像这样的书，认识这样的作者。但是如果我们只做这种书的话，会活不下去。所以，你让何老师推这些书，是不是太掉价了？现在就这些书能挣钱，但是这些书跟我们一直倡导的价值观不符啊。你的意思是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？我的意思是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哎，行了，你们别吵了。你们也真是替我着想。我也再想想吧。叶子，还有5分钟。好。看一下，爆款、引流款，这是利润款。女人心系列。天哪，真的有点崩溃。要不上历史的拼图还来得及。样书在吗？书店里有。在那，我去拿。何老师，给你。这真是一套好书，但确实现在没什么人翻，在这儿卖的不好。何老师，电话。谢谢。唐总你好。我就一句话，现在马上到月底了，该交财务报表了。后面我是继续投还是不投，就看你这个盈亏平衡点了啊。我明白。您放心吧。我马上就要开始直播了。好的。给我吧。还是上女人心吧，来吧。来吧，我们开始吧。来，准备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星辰书屋合欢的直播间。今天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好书给大家推荐，那么也会分为几个单元。比如说，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爆款书籍。其实这本书呢，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的真诚。如果你想真诚地面对身边的人，合欢推荐，那么这本必书是精品。我认为值得一读。我看到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在问我们的折扣，我们直播间的折扣是88折，还可以再叠加优惠券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哦，我看到有一位网友说，看了何老师推荐的书籍，之前有些想不开的事情都想开了，真的吗？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刷屏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你们的肯定也是给我最大的鼓励，非常感谢大家，非常感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，也是我们今天最重头的一个单元。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整套非常值得收藏的书籍。这一套历史的拼图，非常厚重的一套书，那么价格也不便宜。可能不太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们会觉得读起来会有些生涩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先下单买下来。那么在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会在星辰书屋陪伴大家一起来解读这套书。最终数据出来了，怎么样？
直播间粉丝数和成交金额都创了新高，特别是历史的拼图这套书，总共卖出了1300套，销量超过了所有实体店和平台的总和。那已经很难得了。对，书商那边特别高兴，他们都没有想到销量能有这么多。那我们的收益呢？虽然销量可观，但是因为佣金太低了，销售收入和利润都没有达到预期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距离盈亏平衡点还有相当的距离。还差多少？18万多。18万。如果我们上了女人心系列的话，以现在的销量，这18万完全不是问题。何老师，我们再做一场直播，专门为女人星做。只有1周时间了，根本来不及。来得及我也不会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套书我自己都不喜欢。像这样的心灵鸡汤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在造福他人，还是在麻痹自己。我自己都不喜欢、不认可的东西，我怎么能够推荐给观众？可是就剩1周时间了，以我们现在的录播视频和流量，根本不可能在1周内挣到18万。何老师，怎么办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忙你们的去吧。可是下周节目就要停播了，这不还有7天呢吗？我再想别的办法。你还杵着干嘛？下周还有2个外景，你联系了没有？马上联系。修改的采访稿呢？给我呀。哦，马上。可是我现在需要一位重量级的访谈嘉宾。对啊，拜托了。那我等你电话啊。欢姐，哎，你得帮帮我啊，这回。怎么了？快一点看看我的竞聘方案行不行？你真的要去竞聘广告中心主任啊？当然了。你好，您的水。谢谢。现在这个大环境，传统电视台压力太大了。请问，现在哪个行业压力不大啊？也是。白羊呢？啊，不知道啊，外地采访吧？啊，怪不得呢，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。你可以发个电子版给他，让他帮你看看。这是你写的吗？写的挺详细的。喂，刘总。啊，算了吧，我最近太忙了，没时间。陈新远是谁啊？啊，我还是不要去了。这样吧，等过几天有空了，我请你吃饭。挂了。你刚才说的，是刚刚获得坎贝尔文学奖的陈新远吗？对啊，你知道他？他过几天要去林度家居开一个文化访谈，刘林度想让我去。哎呀，我又没兴趣，我也没时间。圆圆，你帮我联系下刘林度，我可不可以邀请陈新远作为星辰书屋的访谈嘉宾？欢姐，你也知道，我最近不太想见刘林度。圆圆，这关系到星辰书屋未来的命运，帮帮我。行，我当面去拜托他。谢谢。陈新远，陈新远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作家，所以欢姐想采访他。但据我所知，这个陈新远脾气古怪，很少接受采访。就是因为他很少接受采访，所以他一出来才会有非常高的关注度啊。欢姐现在需要关注度去挽救她的星辰书屋。这个结果不是何欢自己选的吗？当初我们都劝过他，让他不要答应唐朝怀的条件，他还是一意孤行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现在说没用了。这个忙你得帮我。凭什么？因为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是不是你的事儿呢？你就得问你自己了。但是就算我约了陈新远，他也不一定答应啊。
不是你请他来的吗？不是我找的，是一个他认可的设计师朋友，请他来做一个内部交流，不对外的。他们只是借我的场地用。啊，那就还是有交集的嘛。行了，你别整了，你帮帮我好吗？放回去，放好。他们都有顺序的，妍妍。他们有顺序的呀？妍，什么顺序不能让我开？我帮你约。陈心远，交给我，放回去。谢谢。陈心远拒绝了。听说他这个人脾气挺怪的，刘林度去找了他，还专门找了一个设计师朋友去找他，都没用，说不接受任何采访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这么算了。我再想想吧。陈老师您好，这边请。陈老师，有粉丝给您送了礼物，能不能请您的助理来帮您领取一下？你去吧。这边请啊。好。你好，陈老师。你好，这里是2号电梯。这电梯怎么突然停了？不好意思啊，2号电梯出了点小故障。严重吗？不过故障现在已经解决了，就是重启电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需要多久？5分钟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应该没什么大事，再等5分钟吧。还好，不会耽误您的讲座。谢谢。没事。陈老师。其实我之前拜读过您很多的作品，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是您刚刚获得坎贝尔文学奖的《喝酒吃肉》，但我觉得您早前那本《一碗红烧肉》，绝对是被低估的作品。你读过那本？3遍。终于有人赏识这本小说了。其实啊，它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。我感觉出来了，而且里面有个人物，应该写的就是您自己吧？哪一个？小石头啊。这个秘密竟然被你看出来了。我觉得你也应该很喜欢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。您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杂糅，和他如出一门。你又说中了。那我就大胆的猜一猜吧。您的那本《餐桌的那边》，就是致敬他完成一半的天空吧？其实啊，我还有一本小说，也是向他致敬。是那本《水煮的涟漪》。哎呀，可惜啊，看来今天时间不够了，要不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聊聊特朗斯特罗姆。是啊，那要不这样好吗？我正式邀请您做客星辰书屋，我们可以继续畅聊。星辰书屋？我都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何欢。之前是电视台读本好书栏目的主持人，现在是读书视频星辰书屋的主持人。其实我们之前给您的团队发过邮件，也请朋友间接的邀请过您，但是都被您拒绝了。今天真巧，我们在电梯里相遇了，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采访您。其实啊，
今天我们聊天聊得非常开心，但我这次来不想接受任何采访。陈老师，我好怎么样啊？还是被拒绝了？是不是电梯停的时间太短了？可能是新城书屋的咖位不够吧。哎，没事儿，一会儿等讲座结束了，让刘林度再制造个机会，你再试一次。不用了，不用强求。那新城书屋怎么办呢？再想别的招呗，走吧。一定要好好弄。叶子，哎，出版社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有的，他们帮我们联系了3位作家，给我看看，在这儿。看看谁最有爆款相。可是何老师，你不是说联系陈希远吗？不是说希望吗？何老师，你太棒了！哟，你慢点儿。怎么了？陈希远的助理给我回邮件了，说陈老师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。在这儿。看看谁最有爆款相。可是何老师，你不是说联系陈希远吗？不是说希望吗？何老师，你太棒了！哟，你慢点儿。怎么了？陈希远的助理给我回邮件了，说陈老师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。哇，真的吗？明天下午在他下榻的山顶酒店，给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。可是刚才他亲口拒绝了我。也许他在拒绝你之后追悔莫及，于是赶紧的又让助理重新联系我们。何老师，你的魅力没法挡啊！叶子，赶紧剪个预告片。陈希远做客新城书屋，今天晚上8点上线。好，还有我们要整理一下陈希远的资料，不光是说他的作品，还有他的个人喜好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何老师，你吃饭了吗？还没呢，我给你拿一个。好。想报考设计专业，但因为色盲没有被录取，难怪。特别痛恨迟到，脾气很大，很乖僻。一般有才华的人啊，都有脾气。哎，唯一的爱好就是吃，算是个美食家哎。那挺好的。口味上有什么偏好吗？这个还没有查到，可以从他的小说找到端倪。我们先过一遍采访提纲吧。嗯，好。我是想呢，还是从他的获奖感言入手。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，行，可以找找看。何老师，预告片的数据创新高了。陈老师的影响力果然不一般啊！何老师，我们这边差不多了。好，上车吧。好。我跟他助理约在了行政酒廊，我昨天提前去踩了点，跟酒店也说好了，这个角落可以作为采访区。灯光呢？啊，这是机位，这里还有这里可以加灯。挺好的，粉丝量突破50万了，预告片的流量过500万了，那今天的正片肯定爆。怎么了？前面好像出车祸，有人受伤了。下去看看。好。快，看看。叶子，快打120。好，我去拿警示牌。快，这边航母吗？过来，来2个人把他给抬出来。喂，120吗？这还有小孩，我们这出车祸了，有人受伤了。快！里面还有人。小朋友，听见了吗？你别着急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哎，帮忙把小孩救出来。同志，小心，快！好，快，把他抬过去，快点，快，慢点。哎，还有同学，你去帮何老师。小心，还有同学，轻点。好，
小心点，快怎么样？快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快！小妹，醒醒！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慢点放他，慢点放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哎，药你打了没有？打了，在路上。快，给我快去，快去帮忙，快点把那个男人给拖出来，快！看一下。陈老师，车漏油了，漏油了！快，必须把人给抬出来！同志，你醒醒，你别睡，同志。拉不动。安全带，保险带，你把安全带给安一下。同志，你别睡，从里面拖他一下，快，快！我在漏油。解开了。快，你来，快！小心，小心动！哎，你。何老师，快回来！现在漏油要爆炸了！何老师，小心！天哪！轻点！车还有多久到？在路上了，马上给陈老师助理打电话，说不晚点到。好。跟陈老师助理打过招呼了吧？我已经跟他说了，我们遇到了车祸。哎，陈老师，不好意思，陈老师，我们其实早就出来了，但是在路上遇到了车祸，就耽误了几分钟。你们迟到了。我知道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我从来不和不守时的媒体合作。不是，真的非常抱歉。我们当时车开到那儿，看到一起车祸，我们没有办法不停下来。陈老师，才晚3分钟。陈老师一直都是这样，说好的时间1分钟也不会多等的。可是我们是为了救人才耽误的。你们还真出车祸了？我们不是出车祸，我们是在路上看到车祸就停下来救人。麻烦你，能不能跟陈老师解释一下？可陈老师刚刚已经很不高兴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了，实在抱歉啊，我尽力了。今天的节目怎么办啊？上微博吧。可是昨天晚上就预告了，今天要上陈老师的专访。只能给观众道歉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辰书屋，我是何欢。首先要非常抱歉，原定今天晚上上线的陈星元老师的节目因故取消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要向所有的朋友们郑重的道歉。你看这些评论，太过分了。说你是诈骗犯没事儿吧？这事儿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有这个，说你想蹭陈老师热度，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吗？他们就胡说八道的，明明是陈星远自己的问题，好吗？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这话说的太难听了，什么动不动就死不死的，我的天哪，这不就是诅咒吗？哎，气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你别发那些东西了，没用的。我得骂回去。他们说了这么难听的话，我不得跟他们掰扯掰扯？你让他们骂吧，他们骂的越舒服，我心里才越舒服。你舒服吗？你舒服，你在这儿喝闷酒。你看，我们刚打开的时候40万粉丝，现在只有38万。星辰书屋的粉丝已经叉的掉，我能不喝闷酒吗？这掉的也太快了。哎呀，掉就掉了呗，掉了就再涨回来。过2天啊，
再重新做一档节目，他怎么掉的就让他怎么涨回来，好吗？过两天我就要把报表交给唐总了。你达到盈亏平衡点了吗？还差18万。本来想着呢，今天能够上陈星远的节目，还能够再往上冲一冲。没了。星辰书屋的起点挺高的，势头也好，唐总不至于撤资吧？但是我没有达标也是不争的事实啊。如果他撤资了，对你会有什么影响吗？我也可以硬着头皮把星辰书屋做下去，但是我得先把钱还给他，因为我们在合同里写的非常的明白，我必须回购他手里的股份。你别发愁了，这件事情我去想办法解决。你别解决了，我告诉你，圆圆，从一开始你已经帮我太多了，这件事情你别插手了。我去想办法让他延期3个月。不需要。哼，说曹操到，他肯定也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呀。我跟他说，你不要了。唐总您好。何老师啊，干得漂亮啊！您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什么？这恭喜你啊！当然也恭喜我自己啊！我这太有眼光了。你不喜欢？唐总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，不要阴阳怪气的，行吗？哎，圆圆，你也在啊？唐总，欢姐从星辰书屋的开始到现在，她付出的太多了。作为一个投资人，你可不可以体谅一下她？所以我这不才打电话来问候一下何老师吗？唐总，对不起，我让您失望了。不失望啊，不失望，一点都不失望，我太开心了。那何老师，这样你们这个节目组哪天有空，我请大家吃饭，好不好？唐总，您是说要请吃饭？对，吃饭。你想起来没有？哦，那我安排一下，好的，谢谢。那我等你电话啊。什么情况？他不像生气了呀？不是，他是不是喝多了？他知道他在打给谁吗？你好，您是何欢老师吧？我是。我能跟您合个影吗？何欢老师真棒，星辰书屋真棒。谢谢。何老师，我们也可以跟您合个影吗？谢谢。没事。你都这么红啊？是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其实星辰书屋办的还是不错的，是吗？怎么看是呀？哎呦，这位是何老师吧？啊。哎呀，我是这个店的老板。哎，真不好意思，刚才啊还真没认出你来。哎，不过没关系。你们2个慢慢吃，今晚上我买单。不，这个账我还是我们来结。哎呀，何老师，你就不用再推辞了。你能光顾我这小店儿，真是我的荣幸啊。老板，您是也看过星辰书屋？什么书屋？星辰书屋。哦，没听说过。那您之前一定是看过读本好书。哎呀，我平常啊就打麻将，不怎么看书。那你怎么知道我的？哎，何老师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看看手机，你上热搜了，现在全城都在找你呢。哎，你看看手机。好，你们慢慢吃的，一会儿我跟前台说一声，今晚不用买单了啊。谢谢。欢姐。叶子，何老师，100万！什么100万？我们的粉丝量突破100万了，而且还在涨，互动数据也创新高了，粉丝涨到100万了。何老师，你快看微博，陈星远在微博上向我们喊话了。太好了，
陈希远，看吧，陈希远发微博了吗？看陈希远发微博了。等我一下。老师，我们疯了。他写什么？别管他，你的救护车，给陈老师打电话。好，马上就到。好。欢姐，为你高兴。我已经都没救了。不是这一天，这老天爷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来，这必须得拿杯酒。来。以上就是关于我封笔的所有答复。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。那么今天呢，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，也让我们感受到陈老师这种迥异于常人的个性。不管你是否喜欢陈老师的个性，都无法否认陈老师的才华。就像茨威格说的那样，他们宛若星辰，在人类的黑夜中散发着璀璨的光芒。好了，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，也感谢所有的网友们、所有的观众，谢谢你们。我们今天的星辰书屋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这就结束了？是的呀，我还没聊够呢。陈老师，再不走就赶不上飞机了。非常感谢陈老师，谢谢您。这样吧，如果没聊够的话呢，下次我们单独再约。行，我下次再到江都，一定继续与你畅聊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个问题啊，那天电梯突然停了，是你动了手脚吧？你看，我猜出来了。哎，陈老师啊，其实我也有个疑问。哦。当时在电梯的时候，你已经拒绝过我了，为什么后来又主动和我们联系，愿意上我们的节目呢？这都怪我这张嘴啊！此话怎讲？我这次来江都啊，除了参加讲座，也是为了你们这里一个网红厨师而来的。不会是蒋俊豪吧？就是他。当年，他凭借一道锦绣活鱼拿了亚洲厨艺大奖，对这道菜我是仰慕许久。这次一尝之后，味道果然惊艳。我求他再为我烹制一次，他说，只要我上你的节目，他愿意终生免费为我烹制这道菜。我这个人啊，只要为了吃的什么都可以，就答应他了。我还以为是我在电梯里那番话打动了你，没想到。你那些话都是套路，我见得多了。惭愧，我送你。哎，好。是不是你跟你大哥说，我要采访陈心远的？不是，是大哥自己问的。我猜就是。妈妈，我不能说吗？不是不能说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只是大哥那么忙，我们不要老去打扰人家。哎呀，我不是去打扰他们，我是去帮忙。大哥说他们那工作室没有我转不动。是吗？真的。哎，主要是他们那都老了，就我给他们带去活力的，我用处可大了。你怎么那么可爱？行了，早点睡觉去吧。啊，刷牙。拜拜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那我再设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吧，好不好？只要这个星辰书屋这个号，如果关注度达到4000的话，
白老师，昨天采访的费用已经发到您邮箱了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数据里面显示呢，在2014年，欧凯歌管理的华商创新，虽然规模只有20亿，但是在当年，他却给券商贡献了6000万的佣金，而且是公募基金里面排名第一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单看肯定没问题，但是比较起来就有问题了。你看，跟他同期的颐和全兴，它的盘子总规模在343亿，但是全年的佣金费用也不过是2337万。你这个数据真实吗？应该是海川基金的内部文件，是匿名的，而且邮箱也加密。我之前也收到过一个匿名邮件，他当时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谁发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欧凯歌，但是这个信息发给我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彩虹是什么意思？雨过天晴吗？不知道。你把照片发给我，干嘛？你不知道用手机或者是平板可以查到照片当时的拍摄地吗？就这样一张照片也可以吗？不行，因为他拍摄的时候关了定位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小杨，哎，我刚才发了一张照片给你，你能帮我查一下这个照片是哪儿吗？好，谢谢啊。我们网站地理板块的负责人，全国各大著名景点，在他们那都是有资料可以查的。我查过了，海川基金在2014年的报表里面，虽然只披露了华商创新它的资产净值下跌，但是具体数据却被隐藏了。所以佣金背后的问题也被隐藏了。哦，彩虹下面那个地方是彭东市东南山，这是哪儿？当地的一个著名景点。这是我同事在2019年在那边采访时拍的照片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人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谢谢。哎，老板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谢谢。不用。你好，大爷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人你见过吗？不认得。没有。不认得，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谢谢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不好意思，没见过。谢谢。没事。你好，请问哪位是白老师？我是。哦，您好，我是海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，我姓李。哦，李主任您好。我刚刚听前台说，你是想采访我们梁总是吧？对。那我能请问一下，采访的内容是什么吗？想了解一下海川基金这几年的发展，还有金融行业这几年的态势，包括市场的风险，还有机会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们梁总呢这2天正在外地出差，那麻烦白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最重要的是这个采访大纲。等我们梁总回来以后，我马上通知您，好吧？没问题。
小文，你跟李主任交换一下微信，顺便把采访提纲发给李主任看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不好意思问一下，洗手间在？哦，一直往里走。啊，谢谢啊。李主任，您办事我扫您还是您扫我？那你扫我吧。好。这个不是说好的例行检查吗？怎么这个也要查，那个也要查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梁总您好，我是今日网的记者，我叫白杨，这是我的证件。关于2014年欧凯歌管理的华商创新基金，我有一些疑点，想请您解释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在忙。哦，我只需要几分钟就好。我要去开会。那我等您。这怎么可以呢？那个开会这个时间没个准儿，没准到半夜呢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进来，梁总，我已经让那个进。李主任，你通知一下那个开会时间推迟15分钟。好。您请坐。谢谢。有必要录音吗？正常流程。白记者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欧凯歌已经辞职了。另外呢，华商创新在4年前已经清仓了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他的数据，在今天看来，我还是觉得有些蹊跷。有什么蹊跷？佣金和换手率。他在当年的佣金高达6000万，换手率更是达到了1379%。您觉得，对于一个20亿资金的盘子来讲，这样的数据，是不是有点过于惊人了？常言说呀，隔行如隔山。这些数据在外行人看起来大得不得了，但是内行人看起来，都在正常范围当中啊。华商创新在那一年里面累计买入金额超出计数基金净资产2%的股票有190只，卖出了188只，而在同年，基金规模大于它3倍的全安宏德才买入了26只，卖出了24只。您觉得这个数据正常？看起来啊，我真的可以普及一下我们行内的知识了啊。佣金的高低是跟基金经理的做事风格，还有基金产品的设计定位有关。理论上讲啊，追求成长型的基金产品，它一定会比追求价值投资的佣金要高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您所讲的这些个数据，它再正常不过了。那有这么高的佣金，为什么没有带来更好的业绩呢？反而它在当年的报表上显示亏损33.4%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事情是9年前的事情啊，不过我有印象，这笔基金呢，在当年啊表现确实不好。对，操作异常，亏损巨大，而且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边，海川基金的风控部门没有给予有效措施。可是，基金的管理人欧凯歌，在第2年的时候就被提升成了公司的副总，管理更多的基金，赋予更多的权利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这个基金亏损了，基民的钱不见了，管理人被提升了，然后你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。如果我是基民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有理由相信，海川基金
跟券商之间有利益关联。白记者，这可不能乱讲啊，这个绝对没有。那9年前的这件事情，跟欧凯哥的突然辞职、销声匿迹有关联吗？对不起，大师太，不瞒您说，提起这个欧凯哥，我还憋着一肚子气呢。你等我一下。白记者啊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没错，海川基金当年的操作呢，确实有问题，主要是这个基金经理呢没有经验，能力又差，最主要是心理素质是太差，不停的换仓，错失了很多的这个投资机会，不但推高了佣金，而且呢，最难受的是，这个让我们的客户损失巨大。后来，我们内部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严肃、认真的调查，最后确定，基金经理跟券商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输送。这是当年的报告，您看一下。另外还有你对我们风控部门的批评，没错，确实，我们当时的风控部门呢，也还不太完善，没有对这种频繁换仓的这种行为呢，采取有效的措施，坚决的制止。后来，我们内部对风控部门进行了严厉的处罚，还责令他们整改。这是那个处罚和这个整改的报告，您看一下。欧凯哥呀，说是基金经理，但他只是挂名的。当时负责这笔基金的另有其人，是我们王经理。这个人就甭提，4年前就辞职了，引咎辞职。你看，这是他的辞职报告。这上面还提到这个华商创新呢。关于提拔这个欧凯哥是这样，他虽然在华商创新这边呢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，但是他自己主控的那个基金呢，表现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个赏罚分明嘛，我这个人又爱财，提拔他上来还是我提议的。哎呀，我从副行长调到海川基金任总经理。没来多久，没干出什么成绩，就赶上这种事情，想想是真的丢人。不瞒您说呀，证监会也对我们进行了内部的惩罚。我们吸取教训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另外呢，我也欢迎媒体对我们监督，这样是可以让我们成长。白记者，我给您提供的这些东西，你还满意吗？有没有什么是被我们遗漏了？不知道啊，我回去再捋捋吧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我整个小镇都差不多找遍了，一点线索都没找到。那是不是路过呀？随便拍了一张啊，然后又去别的地儿了？也许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看地图显示前面还有几家民宿，还有农家乐，我再去找找。要实在没有线索，那我就回来了。行，那回来再碰。行，你等我回来吧啊。
你好。哎，我想找一下这外面这辆车的主人。好，你找老张啊，他回家去了。回家去了？哎，他什么时候回家的？回去有半个月了。那他车怎么在这呢？你说车呀，他欠我半年房费，实在凑不齐，就把车压我这儿了。你是他什么人呐？我是他老婆。他老婆呀？他在我这儿住了1年多，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他，也没见他跟谁联络过。我还问过他，我说你家人呢？他说就他一个人，他没家人。他一个人在这儿吗？对啊，一直一个人。是他对吗？这是我们的合影。哎，是他。你还真是他老婆呀？能带我看看他的房间吗？能，你等一下啊。走吧。谢谢。就这些。哎，来吧。这些东西都是他的。啊，都是老张留下的。最近没啥人，我也没怎么收拾。再说他走的时候说了，就不让我碰他的东西。他这1年都住在这儿吗？啊，1年都在这儿。说刚做完手术，1天也不能有什么大动作，所以多数时候都是躺着休息。我方便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吗？那万一他要是回来找我事儿，我怎么给他交代呀？你就跟他说，他老婆帮他拿回家了。根据梁勇提供的证据呢，欧凯歌和华商创新是没有关系的。而且这件事情呢，早就已经有结论了，相关的负责人和相关的部门也都受到了处罚。这就很完美的解答了我们之前的疑虑了。是，但是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虑，我就有点想不通啊，给我发邮件的那个人，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关注一个已经有了定论的案子呢？有没有可能这个人没事找事儿？其实我也在想，那个民宿老板说欧凯歌这1年一直都是一个人在东南山。那郑雪倩呢？郑雪倩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呢？他一冲动跟欧凯歌过去了，到了那儿以后发现2个人不合适，他就又回来了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对吧？我和欧凯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怎么样？我爸就没有几天了，等我把我爸送走，我会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。郑雪倩之前答应我跟我说，她会把所有的事实告诉我，但是后来她又说了反耳。哎呀，这种女人说话不算话，也很正常。你吃吧，我觉得谢谢。肯定还有一些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，应该没这么简单。能会是什么呢？你电话，你不接呀？刘林度，我看到了。你们俩不是互有好感吗？我现在躲着他呢，我特别害怕自己恋爱脑又陷进去。哎，圆圆，你还记得之前麒麟集团送给欧凯歌那60万的事儿吗？我记得。我记得周佳琪说，他认识欧凯歌是因为一个私募基金的老板给他介绍的。你能帮我问问那个老板是谁吗？你让他还去联系周佳琪。对不起啊，不用问了，算了。没关系的，我就是不问周佳琪，我也依然可以查到。